我最不希望出现的是说我抄袭，对。是说法老吗？对，就是我有看那些评论，但是我做音乐的时候，我真的是不会去抄袭的。《牧野荒原》这首歌，我确实是因为听了法老的作品，然后我才去写的。但是它只是一种叫做 talk flow 的一个形式。我从头到尾确实是我听完一遍法老的歌，我可能有灵感，我不会再去那个，然后我写歌的时候我就全神贯注的根据我的伴奏去写，所以我认为我并没有去抄袭这个作品。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特坦诚。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很真实。觉得如果以一个说唱歌手的标准来要求你，你这3首歌的 flow 过于简单和重复了。说实话，我的 flow 真的不太行，对，确实是不太行。台歌手是吴瑶涛，请前往观战间。哦 ，Let's go， 加油，别怕。OK。吴瑶涛啊，到现在只有一个印象，牧野荒原。我看到他第一期舞台，就是有被惊艳到。是，我就听哭了。是的，就是我 get 到他那个情感了。涛涛应该是第一次见媒体朋友。舞台歌手吴瑶涛面见开始。我看你这个资料上写着说你前几场有点被高估了，你自己说没有那么好。那昨天那个表演，你好像也是就是你们团队里的第1名。那你觉得昨天你有没有被高估的地方？他这个也挺狠。昨天真的，我说实在话，真的是被高估了。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昨天做的音乐是60分，但是我第一次做，可能观众好像有很不错的反差或者什么，好，那我多给他打20分、80分。那比如说像美琪姐、海豚他们，他们之前本来就应该是那么厉害的，他现在做了就觉得哦，他本来就应该这样，对。把你们架在那儿了啊！他怎么把我们架得这么高啊？在网上就是当然有喜欢你的，也有批评你的那些声音，这些声音当中有哪一类是你最不希望它出现的？我最不希望出现的是说我抄袭，对。是说法老吗？对，就是我有看那些评论，但是我做音乐的时候，我真的是不会去抄袭的。《牧野荒原》这首歌，我确实是因为听了法老的作品，然后我才去写的。但是它只是一种叫做 talk flow 的一个形式。我从头到尾确实是我听完一遍法老的歌，我可能有灵感，我不会再去那个，然后我写歌的时候我就全神贯注的根据我的伴奏去写，所以我认为我并没有去抄袭这个作品。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特坦诚。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很真实。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以一个说唱歌手的标准来要求你，你这3首歌的 flow 过于简单和重复了？说实话，我的 flow 真的不太行，对，确实是不太行。其实不是，我太超动了。但是其实你的歌词在你这个年龄，我觉得算好的。但是你大段可能超过32小节，你的那个 flow 完全没有变化，会听着有一点累。对，所以就是我现在在开始提升我自己的一个 flow。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同龄人没有的东西，就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判断啊。大多数18岁的孩子都会觉得，那个我天下第一，我是最狂的。然后他第一句说我确实 flow 有问题，我整不会了。但是我觉得能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缺点，是一个特别好的优点。我相信2年后再听你的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的。好，谢谢老师。涛涛真好，哎呀，我好喜欢他呀。
比较真实，对，他就说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告诉你。舞台歌手吴瑶涛面见结束。所有媒体团，你们有最后5秒钟的时间，做好自己的选择。泡到这么好，肯定全亮。他应该是全亮吧。1947年，我生于破旧村庄里，我的父亲蹲坐云边抽烟，已不知去向了。母亲每天早出晚归，为了能让我吃上口饭，那皑皑火光从山野烧到了我的臂膀。18岁那年，我站在暗夜的村口，回头远望，母亲垫的3寸一组黑白发丝，超过麦芒。自此，默爱石墩上总多出于佝偻声音。昨日念叨什么远方的我，也无从得知了。22岁那年，我如愿娶了一个漂亮妻子，虽然她没什么文化，也识不来什么字，我只记得候鸟来来回回的飞了好多趟，不知怎的，儿子女儿在哭泣声中也渐渐长大了。那年夏天，母亲为何被装进了冰冷的箱子里？远方赶来的孙子与我跪坐灵堂，却沉默不语。也对，幼小的他定位，母亲才以我捉迷藏，只是情比10分酒壶里添了些许重量罢了。后来我被儿子女儿接到了高楼大厦里，我说还是乡下凉快，他们好不过还是回到了家里。只是村口的石墩上落了灰，母亲没法坐着了，我又在村子一起陷落小小的盒子里。你在遥远的天边过得好吗？不要再藏起地瓜给我吃了，孩子不笑啊，让你受了苦啊，等来世再还我照顾你。夕阳木从下山的孩童在仰望渡口，人进入车流的远方行走，又何在他思念远走，残破的画，不真的话语满起疾风，风雨残下，正着前行行地下光幕，黄历一梦也罢，边上早已是人没有越了港口去漂泊呢。关于高楼大厦，人们还在寻找什么呢？装北方的燕子迎着开往南方车载中竹棚，风箱装备有了零落山出的雪或花。小时候爸妈带我去看过的胸口碎大石，长大后会明白大石碎胸口才是现实。只记得走出了满纸肥胖的城市，大人的事实就像狂放孔子孙微博的语言消失了。你们可能把肉体烧灭，却无法烧毁思念。像雪能把岁月染白，却无法染指人烟。放的笔记，背童年的故事书，把头发的老人与坟头诉平生苦。人间太荒唐，物是人非两茫茫，不到云烟不诉唱，悲歌唱晚送月下。很厉害，每次都会被他触动，很奇怪。想到刚才最后2句还是很想哭哎，想到刚才最后2句真的很想哭，烧着人们埋怨我。还有他后来改。我看到了很多妥协，我看到了很多放弃，因为很多人现在为了更多现实的因素，他们只能够把自己的愿望埋下来。但是我觉得埋下来，不代表那个愿望不在了，因为我以前就因为家庭客观因素，没有办法去学音乐，也没有学过音乐，就我没想到自己可以慢慢的去，在往前走的步伐当中，捡到了自己的愿望。它是我一直埋着的愿望，一下就感受到了非常复杂的一种冲击。平凡的黄玉博、吴瑶涛，原创相遇在广袤无垠的宇宙，舞台开启。在那片22世纪的废墟之上，人们正走向那座看不到尽头的失落大桥。当太阳入海后，
火花便摇曳升起，于是我睁开双眼，望见窗户把这里分割成两个世界，我早就醒来，但现在才算苏醒。引力脱节的那些瞬间，所有一切都被改变，炽热的火焰下沉中，再也没有日落日出夕阳不属于人类，再也没有星空只剩属于我的生命。我们在祈祷，再也没有失落是错世界的所有心跳，我也终于被遗落在不属于我的生活。我还在祈祷，在这星光下，你我草根，那地球竟然蔚蓝的火焰，莫非此的自由，人们化为灰烬，前赴是一手，后不入尘埃中化为乌有。我们又会降落哪一个星球？就像一粒尘埃化作眼泪，午夜大楼在某一处不属于这人间的思念里，我辗转在十字路口，过去回首依旧，眺望寂静港口，望见暮色沉重，在那不眠夜空，大梦一场幸存吧，人们似乎就要把这世界忘记了。吉夜大雨后，我想还有谁记得那天对我写下一首歌，只为了纪念某时某刻我们最后逝去的记忆。可再也没有失落是错世界的所有心跳，我也终于被遗落在不属于我的生活。我还在期待救赎我，已散去1年前所想的光，不与你化作尘埃，在另一个星球相遇，光芒无垠的宇宙。不风吹过那些来继续晃荡的岁月，化作一场秋叶之后，我会长出爱情，人们说着生命，我只是来害怕的第一个是最后不能解我家一无都是未完待续。这场日出不属于这里，这片夜空不属于孤寂，这首诗歌不属于自己，我也不属于生命。日落日出夕阳不属于人类，再也没有星空只剩属于我的生命。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再也没有失落是错世界的所有心跳，我也终于被遗落在不属于我的生活。我还在期待，我想那边一个夕阳会为我们哭泣，爱与有眼睛一扫回忆语，这般哭得像的回忆在那闪落地，在一次命运的体内的生命。你会在吗？你会在吗？在光芒无垠的宇宙相遇吗？你会在吗？你会在吗？我们终将相遇啊！我早就醒来，但现在才算苏醒。我想说，无论我们相隔多远的距离，无论我们是否在同一个时空，我们一定会见到想见的人。这是我最喜欢我自己的一首歌。这首歌讲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在现在有可能暂时的消失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但是我相信的是，只要足够的想念，我们也会在宇宙的某处相遇。欢迎进入第一场公演舞台。这个比赛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加速了我们所有人的感情的进程，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缘分。佳琪，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哭吗？我在唱那句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乐彤在我旁边一直说以后我不在了，但是对啊，你会一直赢的。想对黄一博说，就是你不是每一天都会在问我说，姐，我会不会被淘汰？就算我走了，就是你也要记得，就是我会每一次给你答案，你都会赢的。在这里经历了这么多次离别之后，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感觉我的身后浮现了很多人影。
我甚至能感受到卡子哥在我身后的身影。我是那我觉得你，我是那种真的是值得我100万的一个人。好像他们都在背后推动着我一直前进，一直前进，一直前进。其实我很想你，我很想你们。我们会再次相遇的，在更大、更广阔的地方。我觉得还挺感谢挑战者黄玉博、吴瑶涛的有点跟过往不请移一样，步到后区，一同期待本轮舞台。救命！我还死，我救命！他们两个比我想象中要大好多哎。一方面是舞台的比如说技术性的一些层面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你有没有活在表演的时候活在那个氛围感觉那个事件里面。我觉得这一组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是2方面都做到极致，在这个舞台的人。你们刚刚没有觉得歌好听，他们也表演很好，可是他们状态有点like 欢迎世界上 OK 你的 part 你唱透露歌手我不动那个我的 part 我唱你不动3公有一点就是没有融得那么开，他们没有把这个 energy 放出来。因为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非常好，可是在那个就是走位。其实我觉得走位，我刚刚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他们要走楼梯，其实很困难，因为他很危险，他如果一个踩空，他就是摔死。所以他们最后设计是有互相看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问问看，他们是不是故意这样子的。今天玉博是他声带应该是有破损，他今天能这样完整的唱这么高难度的一个作品，我已经觉得没有什么无话可说。你们俩搭在一块儿也是绝了，真的。刚才玉博和姚涛的合作就是2个少年之间的碰撞啊，而且好像也是，今天也是玉博应该是第一次唱 rap， 对不对？对，我第一次正经的去唱 rap 这样子。也是姚涛第一次唱那么长段的一段旋律。就刚才那个表演，就是去诠释了相遇存在的意义啊。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给你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其实呢，玉博的感情非常的多，但是因为你的情绪非常的高涨到你会跟那个姚涛有一点点无法 balance。那姚涛呢，如果你能够多拿一点点玉博的那个能量在你肢体上面的那个传递的话，会更和谐。好，这是我的建议。吴瑶涛 ，He's my number one。真的吗？ Yeah， 我觉得他的心态很好，是他其实也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也是带着一首单单的那一首创作歌曲，他就来到这个节目，他也没有想过结果会怎么样，只是命运把他带到现在这里，是在这个队里面，他也许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帮助其他人稳定心境的一个定海。主要我觉得他是清楚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他不是迷茫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他是会在我的 dream team 里面的。跟他聊。How about you? Everybody, the only rapper. So I want him. Maybe we can put on. Put on, okay? Yeah. Okay. 不必知晓，给过心跳，渴求天光换得到，不必预料，赤裸着伤，时间的药咽得掉，我还记得那年冬天，冒着热气的饭菜，大人们围坐桌边，孩子们打成一片。窗外又是谁家的鞭炮声在不停作响，我坐在远方，为夕阳换上新的衣裳，期盼的下课铃又再次响起。
我背上书包，缓缓地走回到了家里。妈妈又忙碌一天，做好了一顿晚饭，抱怨着爸爸今晚怎么又工作加班。只记得试卷一张一张吹进了每个夜里。老师总说读好书，你才能出人头地。要开往远方的列车会停在那座岛屿，它会不会带着我的理想向北方远去？只记得高考那年没有考出好的成绩，妈妈只是笑着对我说了句没关系。那是她第一次不再为我的成绩担心，我想以后我还是没有出息。之下给过心跳，渴求天光换得到，不必预料，赤裸着伤，时间的药咽得掉，我害怕。后来我穿过了拥挤人群，窥见那座高楼大厦，在楼顶我见到了那红绿棕蓝紫色的云彩。那是小时候大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谎话，是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饿死一只乌鸦。说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又一年，我还是望着窗外一天又一天。时常会想起高中那年喜欢的那个女孩，我想她已经嫁人，生了一个小孩。我们又是怎样适应着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想要穿上新衣，另一个想要赤裸离去。于是我写下了3首悲歌，埋那时间与剧情，那是自由的声音。给我心跳，渴求天光换得到，不必预料，赤裸着伤，时间的药咽得掉。我知道，也许你正在经历社会所带来的不公，长大后的世界没有人生轻松。说你这辈子也只能是平凡平庸，我会用自己的路把这条大道走通，就算没有在黑夜里面发出完全光芒，也要请你记得，你并不普通。只记得又是一年下着雪的冬天，大人们围坐桌边，孩子们打成一片，可窗外早已没有了那鞭炮声。我坐在桌前，夕阳望着冬天。